拍那个《悲情城市》的时候，他特别是对我们这些非职业演员，他很怕你演啊，你一演，你的所有的弱点都跑出来啊，你的表演的那个能力的弱点都跑出来，所以他通常是给你一个情境，然后要你进去，然后他再想办法去抓他觉得他有抓到的东西。我们每一次的表演，我们连走的位置跟表演方式都不同。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个职业演员，我们有个梁朝伟，所以梁朝伟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每一次都一样，因为他是非常准确的人。就是那更惨的是，我们全部讲台语啊，那个对梁朝伟在那个演戏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挑战啊。就是台湾的电影在当时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是已经放弃了某种经济上的考量，置之死地而后生那种感觉，就是反正我就是拍我最相信的事，把它拍好啊。活人是会赚钱的啊，可以算给你看啊，就是说我把它称之为劝募式的收益啊，就是说不是那个上片的时候票房一翻两瞪眼，成功或者失败，不是那样的，因为它的收入全部是一点一滴来的嘛啊，就每一个国家给你一点点，在这些个别的国家，因为一个导演的独特性，因为他这个是新的世界的新的电影，小小的钱把它凑起来，对当时那个制片的那种情境其实是够的。那他之所以能够赚钱的原因跟我们根本没有关系，他已经完成了啊，他已经是德国南特影展的首奖，他已经是这个鹿特丹影展选成的未来影响世界最重要的30个导演之一，他已经是了，他根本不是靠我们做了什么事，他自己一个人糊里糊涂就已经完成了嘛啊，所以对我来说，那里面有一种 economy 在里面，有一个经济学在里面啊。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公，我们当时的看法就是说，因为他能公播的歌太少了，在那当时的那个审查里面都没办法通过啊。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那就用较多的文字的方式来沟通啊。那这也是我比较熟悉的媒体啊。罗大佑唱片大概是台湾史上第一次，一张唱片出来的时候有1万字的 production notes 啊，有上万字的对那个唱片的解说，然后我事先可能就联络了报纸的副刊啊什么，所以唱片还没出来，那副刊已经有座谈，有什么就开始讨论这张唱片啊，用论述来说明它的位置，跟说明它的音乐形式，跟那里面并没有通过，但是特别可以讨论的东西，比如像是亚细亚的孤儿，像这一类东西啊。当时我们当然已经计划好，就是说出了唱片，用论述来把它做到一个位置。当时买唱片的风气还是要听到歌嘛。那我那时候就有想法说，应该要用演唱会了啊，而且是要用 rock concert，就是美国人的那种方式，一个歌手上头，从第一首上到最后一首。因为以前台湾没有这样的演唱会啊。第一，我在当时工作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人未来，现在回头看起来很重要的，当时不是。我们之所以会变成一份子，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是你有很有才气的朋友，他们要做一个事，然后他有困难，那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应该变成其中一部分啊，是那个时代的天真的那一面啊。我们没有人在想酬劳什么都不是的，那我们各自去扮演一点点角色啊，那我们让那个事可以变成事实啊。但因为后来这些事都发生了，所以他的确是激励了后来的人。其实也不是只有激励了后来的人，其实他也激励了其他地方的人啊。你比如说大陆的年轻导演啊，你比如像贾樟柯这些人，他们都是看了侯孝贤电影之后，他整个的人变成另外一个人。也不是这样，连日本像四肢愈合这样的，都是受了侯孝贤影响的人。所以现在回头看，但最重要就是他们的确是有做出了一个和那个社会形成一个不协调或者是对抗关系的作品，这件事激励了所有的人。